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这一次我又要拿出压箱底的片单，说一部经典美剧，主角通过微表情破案，随时随地揭穿罪犯的谎言。想必大家是没看过也听说过，它叫《千谎百计》，也叫别对我说谎。它就是咱们马上要说的《Lie to Me》。这部美剧单集信息量巨大，节奏超快，所以请大家打起精神，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男主角老姜是世界顶级的测谎专家，他开设了一家私人机构，平时通过高超的微表情判断技巧，专门为美利坚的各界大佬解决难题。不管是政府、司法机构还是警方、大财团，只要他们需要，老姜就会带着团队出现，帮助甲方爸爸们还原案件真相。老姜这一双深邃的眼睛，总是一下子就能看透人心。他和犯人对话，比起语言，他更相信表情传递的信息。根据调查，普通人在10分钟的谈话内就要说3次谎，更别说各种擅长撒谎的罪犯。开场，老姜就拿出一个经典案例，给一众警探上课。有个恐怖分子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藏了个炸弹，老姜要做的就是找出炸弹的藏匿点，把伤亡扼杀在摇篮里。他先和罪犯提到市中心的教堂，罪犯嘴角露出一丝窃笑，虽然这表情只维持了1/5秒，但老姜还是能判断自己猜错了地点，所以罪犯控制不住的沾沾自喜。比如老姜马上说要换地方搜查，罪犯耸了耸肩，这是不自信的表现，说明罪犯害怕老姜找对地方。接下来老姜正要说到重点，就有学生提问：老师，我们审犯人的时候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惊讶还是假的惊讶呢？Now that's real surprise. Lasts for less than a second when it comes across your face. 这个教学方法真是简单直接。回归正题，当老姜说出正确的地点时，罪犯脸上出现了轻蔑的表情，证实了老姜的想法。警方根据老姜给出的地址，果然发现了炸弹。厉害吧？老姜只用了几分钟，罪犯一句话都没说，就暴露了藏炸弹的地点。这时又有好学生代表观众提问：老师，人的微表情是不是应该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一样啊，要不然答对这题也太容易了。老姜话不多说，他直接调出辛普森杀妻案的主角。这起案件发生在1994年，著名橄榄球员辛普森将妻子和妻子的情夫残忍杀害，事后却拒不认罪，是美国史上争议最大的刑事案件之一。老姜调出来的就是辛普森在法庭上的画面，两个罪犯同框，一下子就验证了大多数人在各种情绪下的表情都有相似之处。这也就是老姜比起证据和口供更相信微表情的原因。当然，除了老姜，还得介绍老姜的几个好帮手，一个是兰姐，她既是精神病专家，还是老姜的合伙人，两人默契搭档多年。兰姐对微表情的研究仅次于老姜，也会单独负责案子。另一个是阿卷，她的特点除了擅长各种数据研究，就是口无遮拦，天天乱讲大实话，总让人听得很尴尬。而随着老姜的私人机构越做越大，他们也急需新血液加入，所以老姜和兰姐一起去招募黑妞。黑妞这个姑娘可不得了，在没有系统培训的情况下，却拥有着超于常人的微表情识别能力，简直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不过她现在在机场做安检工作，老姜通过几个简单的小动作，伪装成了要登机的不法分子，立马就被黑妞发现了破绽，要查她的箱子。You're gonna need to come with us. Actually, you need to come with us.就这样，老姜、兰姐顺利把黑妞纳入麾下。刚刚那一箱的钱就是预付的工资。黑妞第一天来上班，同时阿卷也表示了热烈欢迎。I would like to sleep with you. 黑妞也是个时代人。How good are you in bed? Fair? Fair's better than most. 这天，老姜接到了一起棘手的案子，一所中学的女老师被杀，犯罪嫌疑人是女老师的学生，一个只有16岁还未成年的男孩。据警方说明，男孩闯入死者家里实施谋杀之后，在逃跑时被路过的巡警抓住了。案情简单，证据确凿，看起来没啥需要老姜费心的地方。但目前的矛盾点却不在案情本身。目前有2方势力都在关注这件事，分别是联邦调查局和市政府。市长为了维护本市的形象，想按未成年犯罪来审理这个案子。可联调局的检察官却认为，男孩说他被抓的那天晚上只是出门跑步，却没通过测谎仪测试，那他肯定就是凶手，理应判处终身监禁。老姜和兰姐被市长请来，就是要做出独立的判断，看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男孩减刑。老姜和男孩聊天，一开始就问了2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是他常用的手法，先放松男孩的警惕。对于日常的问题，男孩会暂时眼神向下，努力思考，回答的也都是实话。但老姜问起死者，男孩却努力的直视老姜，眼神坚定，这也符合老姜的预判，越是撒谎，越想确认听话的人是否相信。这时，兰姐提出关键问题 Have you ever been to her house before? No, I've never been to her house before. 这段对话，男孩的答案就是在生硬的重复兰姐的问题，又是一种撒谎的典型表现。连续2个谎言已经让老姜快确定男孩就是故意谋杀。不过最后，老姜问男孩：“老师死了，你是什么感觉？”男孩的表现却意外的皱眉，看上去很内疚。这让老姜做出了第一轮判断，男孩可能是误杀了老师。这个答案让检察官很不满意，他觉得老姜完全在胡说八道。不过老姜听多了这种指责，仅仅通过之前看到的2个微表情，就判断了一幕回家的诱惑。检察官和他的女下属有婚外情，女下属撅嘴，表明她不想当个小三，已经想结束这段破鞋之旅。检察官被说成心事，不仅想掩饰自己， Keep your fingers off your nose. Men have erectile tissue there.
随后，因为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老家和兰姐来到男孩就读的中学，当然也是女老师生前任教的地方。迎接他们的是校长，校长对于这个意外也很难接受。他说，男孩虽然性格孤僻，但从没表达过对女老师的不满，反倒是男孩的父亲因为宗教信仰，总觉得女老师会带坏儿子。这个父亲又是咋回事呢？咱们稍后再说。先看看男孩的同学们表现如何。大部分同学都和校长一样，说男孩沉默寡言，平时别说杀人了，连暴力倾向都没有。不过全班同学都聊完，还是有一个嘴角向上的女同学吸引了老姜的注意。她一边说话一边喘着粗气，明显是有事在隐瞒。事后，老姜觉得校长见他们时手插在裤兜，抵着大腿，这是看上去很紧张的表现。兰姐就说老姜职业病犯了，看谁都不像好人。那个女同学应该问题更大，所以老姜让阿卷私下调查，发现这个女同学虽然和男孩没关系，但1个礼拜要看3次校医，应该是得了什么不正经的病。不过她的病是否和案件有关，还得继续查下去。接下来，老姜和兰姐来到男孩家中，发现男孩有摄影的爱好，父母为了迁就他，还把浴室特意改成了洗照片的暗房。但除了允许男孩摄影之外，这对父母相当保守，他们来自于基督教新教的边缘教派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和普遍的基督教徒不同，几乎不与见证会之外的人来往，一生为信奉上帝而活，视暴力和性为洪水猛兽。所以这个父亲生怕外人教坏自己的孩子。而校长曾说过，死去的女老师曾经在上课的时候分享过一本有情色描写的小说。这下好了，老姜不得不怀疑孩子他爸。Is there anything you wouldn't do to protect your son from an unbeliever? 而这位父亲的反应却让人出乎意料。Get out of this house. 这副和众多罪犯相似的嘴脸意味着什么？让老姜和兰姐陷入了头脑风暴。而且不止男孩的爸爸妈妈也有哪里不对，因为聊天时兰姐发现妈妈潜意识里拒绝提到女老师的姓名，总是用那个女人来称呼她，这种方式是逃避性撒谎。 As in, 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 Ms. Lewinsky. Distancing language. 这可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逃避性丑闻时不愿提起女方莱文斯基的经典时刻。两人话说到一半，阿卷送来报告，之前那个奇怪的女同学总看医生不是生病，而是因为她怀孕了。意识到未成年少女怀孕，老姜突然想起自己闺女今天也有约会，他还得防患于未然。案子暂时放一边，说啥也不能让别人家的猪拱了自己家的大白菜。女儿对这样的老爸也无可奈何，只能禁止老爸去猜男朋友的微表情。老姜也一口答应，可转身就阿卷附体。 Hi, Dan. Hi, Dr. Lightman. You gonna try and have sex with my daughter tonight? 这爹当的也是没谁了。搞定了女儿，老姜还是得投身到工作中。上一个案子还没搞定呢，又有一个甲方爸爸来找。这次是民主党老大怀疑自己手下的议员去夜总会包小姐，为了在媒体曝光前确认真相，民主党老大只能来找老姜，让他去摸一摸这个议员的底，看他到底有没有包小姐。老姜分身乏术，正好由兰姐和黑妞主要负责。兰姐有套路，和议员对谈时也先从普通问题入手。有消息说议员每周5晚都去夜总会，兰姐就要求议员说出自己上周5的行程。议员一样样说完，表明自己并没有去过夜总会，看似也没啥漏洞。不过他没想到兰姐又让他倒叙说一遍。这下好了，议员吞吞吐吐，因为如果说实话的话，那这一天的行程张着说道着说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刚刚瞎编了一气，倒过来说哪还记得住？据老姜事后观察，当兰姐问起议员有没有找过陪酒小姐，议员露出了极其羞愧的表情。这个表情突然戳中了老姜，他马上让人调出男孩的谈话录像。男孩除了和议员同样符合之外，还有瞳孔放大，这很可能是产生性欲的反应。难道说男孩暗恋着自己的老师？为了更深入的了解男孩，老姜和兰姐再次拜访男孩的父母。虽然两口子一开始还经常撒谎，说儿子不可能有非分之想，可在老姜的强势和兰姐的循循善诱之下，男孩的母亲还是没忍住，把男孩的摄影作品交给了老姜。原来男孩偷拍了不少女老师的照片，看来是经常偷窥人家没跑了。可是少年喜欢却不敢表达，因为保守的父亲总是教育男孩，任何跟性相关的欲望都是有罪的。在他的观念里，对老师产生性幻想近乎十恶不赦。然而照片里还有更重要的线索，其中一张照片居然是女老师的死亡现场，这不就是最好的不在场证明吗？老姜再次来见男孩，想听他亲口说出真相。原来男孩像往常一样去女老师家里偷窥，看到老师躺着，就忍不住自己 DIY 了一发，完事才看到了地上的血迹，这才知道老师已死。男孩为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并对着老师尸体 DIY 这件事感到极其内疚和羞愧。这样一来，男孩之前皱眉和扶额的表情就都能解释了。后来男孩还没来得及报警，却被当成凶手抓起来了。这一次，男孩是绝对的真情实感，老姜和兰姐都选择相信他。然而检察官却更相信证据，男孩的证词加上那些偷拍女老师的照片，反而更证明男孩不但有强烈的作案动机，而且还很可能是有预谋的犯罪。当晚，老姜还在为案件发愁，兰姐和老公去过2人世界，黑妞作为新人等他表现，继续查另一个案子。他打听到了那个议员每周5都会去的夜总会，找到了绯闻中的小姐莎莎。当莎莎提到周5的规定客人，他表现出真心的喜悦，微笑时娘就有幸福的鱼尾纹。黑妞就此判断，这不是一般小姐对客人的态度，说明议员和莎莎很有可能是真爱。但是媒体等不及真相了，议员花大价钱找陪酒女这件事已经上了新闻。当记者问议员他和莎莎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关系的，议员露出了十分厌恶的表情，不是羞愧和愤怒，而是厌恶，说明他对于记者的这种和莎莎发生关系的说法是很排斥的。难道他俩并不是男女之情？黑妞很快调查出了议员找小姐的真相，原来莎莎竟然是议员失散多年的女儿。
议员大3时生了这个孩子，大人因为没能力抚养，只能帮他找了养父母。可多年后自己有能力了，再找到莎莎，却发现女儿的职业很特殊，所以议员只能默默给钱，希望莎莎能尽快从良。当兰姐和黑妞鼓励议员说出真相时，议员却选择隐瞒这个秘密。他甘愿背下所有丑闻，引咎辞职，也不想坏了女儿的名声，毁了她的前途。哎，没想到这案子的反转还挺感人。接下来咱们还是回到第一个案件。兰姐洗出女老师被杀之前男孩偷拍到的照片，那是在学校的停车场。照片中女老师站在辆车的门前，右手僵直贴紧身体，而这个手势明显是一个拒绝的手势，说明她正在和车里的人吵架，而且时间就在她死亡的当天下午。那她的死会不会和车主有关呢？于是老姜和兰姐再次来见校长，没想到老姜刚拿出照片，校长的反应就很紧张，似乎知道这辆车是谁的。老姜当下就有心试探 Were you romantically involved with Susan McCartney? Of course not. 老姜见状马上道歉，并借机和校长握手言和，握手时间长达20秒，好好感受了一下校长的手慢慢变凉。这是典型的逃跑反应，人一旦想要逃跑，身体里的血液就从手臂流向腿部，方便跑路，这说明校长一定有问题。没过多久，阿检就查出照片中的车确实不是校长的，竟然是那个怀孕的女学生的。果不其然，经过一顿逼问，老姜已经能确定女同学知道凶手是谁，可就是死鸭子嘴硬不承认。谈话陷入僵局，老姜好像也没啥办法了。而就在女同学马上就要崩溃的时候，兰姐进来递给老姜一张纸条。You're gonna have to live with this because James Cole just hanged himself in his jail cell. 这一记猛料终于让女同学找回了良心。原来女同学和校长是一对，怀的也是她的孩子。女老师生前发现了校长替女同学停车，以为是校长强迫女同学和她发生关系，当时就想告发校长。而女同学原以为校长会和老师好好谈谈，没成想心爱的校长就这样谋杀了老师。真凶终于落网了，可男孩已经自杀，他的父母竟将白发人送黑发人，两口都抱着娃娃哭。好吧，男孩其实根本没有自杀，他被无罪释放，和父母团聚。那张纸条也不过是老姜和兰姐为了问出真相使的一点小计谋。对老姜来说，真相有时重要，有时也不那么重要。虽然在外人看来他有点过分狂妄自大，但对他自己来说，能看透所有人的谎言，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千方百计第1集就说到这里，没错，仅仅1集45分钟的时间，包含了一大一小2个案子，婚外情、师生恋、政客丑闻、未成年犯罪等元素，以及众多微表情干货知识，还形象生动地塑造了几位主角的性格特点。就这1集千方百计的信息量，感觉能顶10集国产言情剧了。而且这么多年过去，再看这部剧，还是让我细思极恐。跟着老姜学了微表情，就总忍不住看谁撅嘴了，谁皱眉了，想把在剧里学的应用到生活中。千方百计的灵感来自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的著作《说谎》，这本书已经成为欧美许多执法机构的研究教材。剧中男主的原型正是保罗·艾克曼本人。而饰演男主的蒂姆·罗斯，相信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海上钢琴师里的1900，低俗小说里的劫匪，无敌浩克中的反派特种兵。他不但演啥像啥，而且在每个角色中都注入了自己独有的魅力。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罗斯叔一起温故知新，回看这一集的精髓。心里偷着乐时，嘴角会微微上扬；害怕或不自信的时候会耸肩。撒谎的表现就因情况不同，呈现在脸上的状态也不同。比如你提出问题时，对方的眼神如果有所回避，很可能是真心在搜索答案。越是在撒谎，他越是会直视说话对象，确认对方是否相信。说到这里，我突然发现第1集的好多招数用在情侣之间特别合适。如果想验证自己有没有被绿，可以让伴侣正序倒序各说一遍你不在家的时候他都干了些啥，说不出来或者出现复言语线索，说很多类似啊等，有了缓冲思绪，维持语言连贯性的无意义词语，很可能就是有问题。如果聊到绿色相关，对方把手放在眉骨处就是羞愧，目光涣散，瞳孔放大，那除了愤怒，还很可能是产生了不可言说的欲望。如果想和这个对象撇清关系，通常也会拒绝提到对象的名字，选择用那个男的或者那个女的代替称呼。如果他或她被你说中了，马上拉住对方的手，看体温有没有逐渐下降。如果下降了，那么恭喜你，可以点爆一手绿光了。OK， 以上知识大家都在小本本上记下了吗？报名参加偏老师微表情进阶班，未来还有更多微表情知识等着你。掌握这门新技能，就能在社会大学拥有立足之地。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绿了。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想继续听我解说千方百计的小伙伴，可以来咱们的老地方，我将一口气带你看完千方百计第1季的13集剧情，不但会重新梳理每集的多条故事线，还会在最后总结出该集所有解读微表情的干货。喜欢我的解说，请按一个喜欢，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有新的影片发布。那么我们下期再会，拜了个拜。